好，今天给大家画一组这个水仙。因为前面大家都说想要画水仙，那么这个水仙我们先用上钩的方法画。我这个盘子里有这个颜色是这个三绿和这个墨，因为笔上有墨跟这个三绿调和了，笔上有墨和这个三绿调和了，所以它显得有点点黑。那我们本身我是准备直接用墨，结果这个笔上有墨，然后我去这盘子里有三绿，我这样去调了一下，然后它就变成这种墨绿色。那么用这样的颜色去上钩也可以啊。我们用上钩的方法，就先把这个叶片，把这个叶子，把这个水仙的这个叶子先画出来。水仙的叶子它是比较宽，又比较感觉是长得比较厚的这种，比较宽比较厚，叶子很肥大的这种感觉啊。偶尔会有这种，它其实都是长得比较直的。水仙你去看一下，它基本上都是长得很直很直的那种。好，我们叶片要画的时候要流畅。好，要感觉它这后面还有很多，我们也不知道哪一个连哪一个。这里有一组这么多，偶尔这旁边跳出来一片啊。好，有一些小的，后面也是一样的，有一些这种小的刚长出来的。那这里又来一个穿插的，画一些小的。好，大概就画这么多吧。让它有穿插，有长有短，有宽有窄，有大有小这种变化。那我们再画一组这个花，花的话它是5片，像画梅花一样的5片叶子，但是它是花的这个边缘会有一点点尖尖的这种感觉，它不是说完全是像梅花一样的圆的，但是它是5片是没错啊，5片。然后我们蘸一点点墨啊，中间这个花心。好，这里来个侧面的。好，花心在这里2片。好，三朵花，这里画3朵花。这后面再来一朵，我们再来一朵，这里一组花，然后这里可以来一朵花。画这个写意道就可以了，不用画的太规整了。
不用画的像这个工笔一样的，画的每一笔都画的非常精致。好，我们来画下它的这个花柄。花柄我们用这个还是黄绿色啊，有山绿，有藤黄，然后我们蘸一点点这个珠标。好，这个花柄，藤黄加一点点藤黄，山绿加一点点珠标。好，这个花柄先画出来了，然后这个花心的地方，我们用花心我们用这个鹅黄。这个水仙中间的这个花心，它也像一朵花一样的，它好像也是有几个瓣，像一个花心似的。那这个花心我们先画了，花的颜色我们先留着，待会儿看一下是什么颜色。好，这个叶片非常有变化，有穿插的，有这个宽的，有这个窄的，有这个大的，有小的，各种各样的。那我们把它颜色加一下它的颜色，我们就用这个盘子里面的这个山绿里面有一点点墨，蘸一点点珠标。哦，不是珠标，是赭石啊。笔尖加一点赭石，然后我们一笔下来。要一笔下来一片叶子啊，这个叶子的话，如果说是这个赭石没有了，我们再加一点赭石。一笔一片啊，叶子我们一笔一片，这个是山绿加了一点点墨，一笔一片。那这个叶子，你这个笔用大一点的笔，我用的是我们画牡丹的这个画叶子的这个笔。这个叶片的话，你大的时候你就按下去，窄的地方你就提起来啊，提起来下来。宽的地方你就按下去，窄的地方就提起来。那最宽的地方按下去，窄的地方我们提起来，笔尖蘸一点点这个赭石，好，一笔下去哦，不要太多重复了，直接一笔下去就可以了。这我们画的时候，不需要说把它太鲜艳，不要太鲜艳，就不要弄得太绿哦。就是画这种水仙的花，就是即使说我们在配其他的花的时候，在配牡丹的时候，我们也是一样，加一点赭石去把这个颜色压一压，然后这个山绿也不需要调得太浓了。好，大概这样子啊。那我们想是把它画在。想让它在一个瓶子里还是在地面，这我们看一下下面画一点什么。那么可以画一个这个器皿，画一个器皿，让它在一个器皿里面长的。我们直接把笔洗一下，然后蘸一点墨，笔尖蘸墨，就是调这个墨也是调的由浓到浅的这种感觉啊，墨也调的由浓到浅的这种感觉。我们尽量一笔下去哦，就是画出这种写意的这种
有意境的这种味道出来，就一笔下去，一笔下去基本上就可以了。好，上面一笔，下面一笔，边沿缝合，边沿调整一下，稍微调整一下，让这个墨自然有这种抠笔，自然有这种缝隙啊什么的都可，直接让它就不用再去过多的去调整它，就很随意的画出一个这种器皿出来。好，那么这个根部的地方我们一样的加上去，不要让它脱节了啊，加上一点，不要让它脱节了。好，一个简单的一盆水仙。那你这个盆上你想画一些这种什么花纹之类的，那也可以啊。你想画一些这个花纹啊什么的，也是没有问题，就是用什么颜色也都可以。好，就是让这种水渍就点进去啊，就是趁它还没有干的时候，你点进去。自然形成这种花纹，就不需要说太刻意去画它的花纹，因为我们要画这种水墨味的这种纹路，自然形成这种水墨味。好，它干了之后颜色会显得更浅一些。那像这个水仙的话，你后面如果觉得它还是有点空的话，你后面还可以稍微加一点点这个什么，像假山一样的啊，就是这个器皿里面也会放这个假山。那这种有一点像太湖石的这种感觉就可以了，就大概的画出来。就不，我们这种画这种小品画写意的，这种小品的大写意，稍微大一点写意啊，不要把它画得太过于繁杂。如果它太过于繁杂、太过于仔细的话，就是缺少这种味道。来，从后面露出一点点啊，这边后面也露出一点点。笔上水分不要太大了，轻一点啊。它始终是在这个后面啊，是在这个水仙的这个后面，这样子它这个厚重感会增加，就不会显得很单薄。哈，这个石头就放在这个器皿里面，这一块石头大概的就这样子就画出来就可以了，不需要过多的去修饰它。你可以点一些这种苔点之类的，苔点可以啊。点一点黑色苔点，然后加一点点这个三绿也可以，不加也行哈，因为我们这个本身就已经是很绿。我们上面的这个画画的话，我们要讲究什么？呼应。呼应，你看我们在这个瓶子上，我们画了一点点黄色的，然后这个花心也有黄色的，让它呼应。然后我们这个石头上我们加一点点三绿啊，加一点点苔点，让它跟我们这个叶子也有所呼应啊。好，加几个就可以了，加几颗这个绿色，用三绿点。然后我们这个花的话，看一下用什么颜色。这个花的话，我们用一点点这个水仙花，白色的是比较多一点点，白色比较多一点，我们用橙白，我们用这个太白。来加一点太白，当然太白
太白里面要加一点点其他的颜色，不能说是纯太白，用太白调太白。我们笔尖可以调一点点这个鹅黄，笔尖调一点点鹅黄。好，我们的一个花瓣一笔，一个花瓣一笔下来，就不用说太过于去刻意，太过于仔细。是吧？就这样子就可以了，就不用说，我们像画工笔一样的一笔笔的去添，一片叶子一片叶子去软，那样子就失去了这种写意的这种味道，就更加不好看。你看，就这样子就可以了啊。来拉近一点点，这一片叶子，这一朵花拉近一点，给大家看一下，就这样子一笔下去，这个一个花瓣一笔，一个花瓣一笔。还有这个花心的话不够明显的话，可以再点一下啊，点深一点，用这个赭石，用赭石或者是用墨都可以。然后我们细节上调整一下，来这个根部。里面这里可能有一些土什么的啊，有土啊之类的，我们不要让它这里太平了。好，基本上这个水仙，这样子一盆很简单的水仙。基本上可以这样子完成。我们在这个空白的地方留一首诗，看一下有没有一朵，有没有这个诗。找一个诗啊，找一首诗。好，这里找一首诗哈。自从生长到如今，烟火何曾着一分？好，来一首诗，就这样子来写了。因为这一幅的话，它一定要配上一些字，它会显得更加雅，所以我们先直接把它写上。好，写完。盖上这个章，基本上这一幅小品像画这些小品的话，我们就不需要说要一片叶子一片叶子的去浇，或者是一朵花一朵花的浇。像这些它都是意到为止，主要是写意，写的是意，不需要说把它表达的特别的清楚。所以这些画的话，我们要会就行了，不需要说太精致。
因为这些都是一些配件配画，在我们画画过程中可能要配我们的一些景，配什么梅花呀，配什么牡丹花呀，那些都可以，都挺好看。那我们单独的就把它做一个小品的话，就要画少一点，不要太多，这样子会显得更加雅一些。好，这一幅水仙花的小品这样子画完了，大家也可以一起画起来。